上回说到，原本悟饭可以轻易杀死沙鲁，可是没有一个赛亚人能逃得过狂浪定律，就连悟饭也不例外。他不断的戏谑沙鲁，将沙鲁打回第二形态。沙鲁在极度愤怒下产生自爆，悟空将沙鲁带到界王星，牺牲自己拯救地球。然而，悟空与界王用性命换来的却不是地球的和平，而是重生之后战斗力大幅提升的超级沙鲁。沙鲁使出全力的龟派气功，这一招如果打出来，毁灭地球轻轻松松。让人绝望的是，在场所有的战士，包括已经废掉一只手的悟饭在内，没有人可以挡下这一招。慢慢逼近的死亡，远比突如其来的死亡更让人绝望。就连一向傲娇的贝吉塔也意识到己方毫无胜算，有生以来第一次说出了对不起3个字。沙鲁对目前状态的自己过于满意，以至于控制不住的骄傲起来。自己的力量轻松摧毁地球，不只是地球，就连整个太阳系都可以炸飞。炸飞太阳系之后，自己可以用瞬间移动到其他星球避难。自己的强大远超过了自己的想象，除非现在狗空冲前强行开挂，否则没有人可以翻盘。悟饭放弃了抵抗，死了也罢，反正去到另一个世界就可以父子团聚了，岂不美哉？这时，悟空通过界王在另一个世界与悟饭跨服聊天，鼓励悟饭用龟派气功反击沙鲁。悟饭表示无能为力，现在自己只剩下一只手了，气也减弱了一半。悟空告诉悟饭，只要全力以赴，一定会赢的。我和界王在这个世界会很开心的，你也要开心的活在地球上啊！悟空一如既往的乐观，界王却一点也笑不出来。你看我像开心的样子吗？死了还要当工具人。悟饭受到悟空的鼓舞，将仅有的气一口气释放，蓄力最后一发龟派气功。沙鲁见悟饭反抗，更兴奋了。在场的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悟饭的气非常弱，对波根本没有胜算了。两人同时大吼一声，相对着释放出最后的龟派气功。去死！气功波碰撞一起，巨大的能量在地面上炸出了一个深坑，四周的沙石被卷入其中。众人见情况不妙，赶快转移到其他地方。新任天神丹迪吓呆了，刚来地球就要跟着地球一起被毁灭，悟空坑死我也！沙鲁面带微笑，将气息轻松提升，悟饭完全被压制，碰撞的气功波被推向悟饭这边。结束吧，让我来了结你！沙鲁持续提升气功波威力，悟饭到了强弩之末，意志力在崩溃的边缘，眼看就要支撑不住了。悟空在意识当中不断鼓励悟饭顶住，悟饭咬牙硬撑，气功波慢慢退回到沙鲁那边。我已经成为究极体了，这点力量能奈我何？下地狱去吧！众人在远处呆呆地看着这场决定地球毁灭与否的对波。悟饭轻叠短笛看不下去了，抱起之后绕到沙鲁身后，用能量波攻击沙鲁。没想到沙鲁扛了短笛一招，毫发无损，一发后庭气功炮将短笛击飞。克林埋怨短笛太乱来了，我们这种段位根本奈何不了沙鲁。天机范表示不敢苟同，短笛当然清楚敌我实力差距，不过坐着等死可不是武道家的性格，赌上武道家的尊严，就算战死也要勇敢面对。天机范与雅木茶一起奔赴战场，克林受到鼓舞，看了一眼18号亮丽的脸蛋，随即也冲向沙鲁。贝吉塔看了大吃一惊，这些人太勇了，明明那么垃圾还这么嚣张。短笛爬起来，用魔贯光沙炮继续攻击沙鲁。天机范、雅木茶、克林赶到，大家一起向沙鲁发射能量波。没想到沙鲁仅仅爆气就弹开了所有人的攻击。悟饭抓住沙鲁分神的几秒钟机会，大吼一声，推动龟派气功又向前几步。短笛等人再次起身，视死如归，向沙鲁发动攻击。每个人与悟空和悟饭都有过难忘的回忆，这一刻他们无法眼睁睁看着悟饭一个人死去，要死也是大家一起死。别来碍事儿，杂碎们！沙鲁又一次击倒4人，4人爬起身继续攻击。贝吉塔终于看不下去了，飞到沙鲁正上方攻击沙鲁。这一招估计是把沙鲁打疼了，沙鲁被分散了精力。就是现在，悟空的身影出现在悟饭身后，父子2人齐心协力，悟饭释放了所有的力量，龟派气功突然增强，将沙鲁的技能吞没其中。沙鲁瞪圆了双眼，眼中饱含着不甘和惊愕。还没等他骂出脏话，悟饭的龟派气功便将他炸成了碎片。这一次，连沙鲁的核心也被摧毁了，彻底变成了渣渣。大战终于结束了，雅木茶带着悟饭、天机饭带着特南克斯一起去天神殿。克林勉为其难地抱起18号，表面波澜不惊，心里乐开了花。出场上百集，没想到白得个老婆。贝吉塔这次对悟空父子心服口服，从心底里承认自己彻底输给了孙家父子，只是不甘心悟空就这样死了。自己视为一生宿敌的人不见了，贝吉塔也就失去了人生奋斗目标。他决定弃武从文，从此再不问江湖时事。
但所有的 Z 战士离开后，撒旦面对侥幸存活下来的记者和摄影师，大言不惭地将打败沙鲁的功劳归在自己的身上。什么奇怪的光波，什么飞天之术，通通都是骗人的把戏。最后还是我，江湖人称一拳超人的撒旦，将沙鲁秒杀，终结了这场荒唐的战斗。记者激动地向全球人民宣布了这一消息，欢呼吧！地球最强战士诞生了，他就是奇遇撒旦。撒旦一战成名，名扬世界。Z 战士们来到天神殿，丹迪治好了悟饭，18号也醒了过来。看到围在四周的这些敌人，18号表现得十分警惕和抗拒。丹迪早已看穿一切，他告诉18号：“好好谢谢克林吧，你被沙鲁吐出来之后，他拼命地保护你。”悟饭恍然大悟，克林一定是喜欢18号了。众人发出嘘声，克林红了脸。18号心虚又警惕，丢下一句：“谁会感谢你呀，小老头？”然后扬长而去。克林深受打击，不感谢就算了，小老头是什么意思？发型与年龄有关系吗？丹迪拿出龙珠，唤出了神龙，大家许愿，让所有被杀死的人复活。特南克斯活了过来，不过孙悟空却没能复活。地球神龙虽然被丹迪改良过，可以实现2个愿望，但是依然无法复活那些已经用龙珠复活过的人。众人想尽办法想让悟空活过来，最后决定由一个人前往纳美克星人居住的星球，拜托纳美克星的神龙波伦哥复活悟空。众人正准备许下这个愿望，悟空的跨服语音播进天神殿。他告诉众人，自己就像那个戴眼镜的小学生一样，自己在哪里，哪里就会出现坏人和灾难。所以，如果自己不在的话，地球应该会和平一些吧。剑王也觉得这个想法很赞，所以自己决定留在阴间。因为悟空是因为拯救地球而死，剑王决定给悟空一些特权，别人死了只剩下灵魂，悟空却可以保留肉体，而且年龄也不会增长，说不定几年后悟饭的儿子都得管悟空叫一声兄弟。剑王本来可以用龙珠复活，不过他放弃了，决定留下来陪悟空。悟空很感激剑王，剑王这人能处啊，关键时刻真的为兄弟两肋插刀。虽然觉得对不起琪琪和悟饭，不过真的不用复活我了，因为悟饭已经超越我了。就这样吧，诸位，死了以后再见。本来在这里龙珠就可以画上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了，直到鸟山明老师收到了粉丝寄来的刀片，不堪危险的鸟老师想秃了脑袋，连夜画出了后面的剧情。众人陷入了对悟空的回忆之中，想着想着，眼角流出了眼泪。神龙表示：“你们这样显得我很呆呀，我还等你们许完愿下班呢。”柯林犹豫了一下，恳求神龙能将17号和18号变回人类。柯林的算盘打的破坏神比鲁斯都听见了，变回人类，你柯林是不是就好下手了？可惜17号和18号的力量高过神龙，这个愿望无法实现。柯林又想了想，许愿摘除2个人造人体内的炸弹。神龙实现了这个愿望，柯林松了一口气，以后住在一起就不怕被突然炸死了。这一切都被躲在暗处的18号看在眼里，傲娇的18号被感动得一塌糊涂。柯林好温柔，好会关心人，爱了爱了。众人各自离去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剑王和悟空在另一个世界里看着地球上的一切，地球一切尚好，两人松了一口气。剑王表示，我们2人也应该找个地方安定下来，开始新的生活了。特南克斯回到未来，现在他的实力已经在人造人之上，完全有拯救自己时空的能力。特南克斯和布玛讲述了自己的种种经历。当讲到柔情似水的硬汉贝吉塔为了儿子和沙鲁拼命的时候，布玛若有所思。他知道贝吉塔本来就不是一个冷酷的人。广播里播报新闻，人造人17号和18号又开始进行破坏了。刚回家的特南克斯屁股还没有坐热，立即站起身来，准备出门解决掉人造人。此事应速战速决，不宜拖久。这次自己一定要为悟空和大家报仇。特南克斯赶到事发现场，17号和18号将城市破坏的一团糟。在这个时代，这2人完全是无敌的存在，肆意妄为，无人阻拦。而这次特南克斯王者归来，打的2个人造人措手不及。从前2个人造人任意1人就可以随意虐杀特南克斯，而现在2个人造人捆在一起都不是特南克斯的对手。特南克斯单手挡下18号的能量波，贴身之后一招将18号击碎。17号吓傻了，特南克斯一步步逼近17号。刚刚是为伙伴们报仇，现在是为悟饭报仇。特南克斯一脚踢中17号，接着跳上空中，用能量波将17号摧毁。破坏城市的人造人被灭了，城市开始逐渐恢复生产建设。不过还有一个棘手的敌人没有解决，就是这个时空的沙鲁。按照沙鲁的预言，这个时空的沙鲁会偷袭杀死特南克斯，乘坐他的时光机回到过去。
不过特南克斯已经知晓了一切，而且自己的实力也在沙鲁之上，他绝对不能放任沙鲁的诡计得逞。特南克斯将沙鲁赶到野外，沙鲁一通嘴炮，特南克斯不想与其废话，变身超赛狠揍了沙鲁一顿，抓着沙鲁的尾巴就将他丢向空中。沙鲁还想用龟派气功吓唬特南克斯一下，特南克斯不多废话，直接一招将沙鲁秒杀。本期内容就是这些，沙鲁死了，然而 Z 战士们的战斗还没有结束，欲知后事如何，我们下回分解。